大家好，我阿红啊，欢迎收听阿红之声，我是阿红。我是偷刀的，头刀，你声音太小，要说大声一点。我是偷刀的。好，大家晚安了。那今晚我们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直播哈。这个礼拜实在是令人很多很担忧的事情啊，我们等一下好好来讲一下。那首先老师还是讲一下那个我们的秋季五方桃园离斗补运祈安法会已经开始了，在我们的那个说明页面里面有。那还没报名的记得报名，因为我们大概在10天吧，几天，反正我有说过那几天了，忘记了十几天吧。好，我们再接着报名了。那记得要报名哦，那个时间过了，我没有办法帮你补，我没有办法，一年只有2次，一个春季，一个秋季，我没办法办冬季，好吧？冬季相约在冬季，冬季只有练歌，没有法会，有法会，但是不是那个法会，所以一年只有2次哈，就春秋2季才行哦。这个孔子说春秋，它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啊。春跟秋这个地方啊，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季节，以后我们在单元视频里面呢，我们再好好谈一下。好，那我们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哈，今天的事情比较多一点。那我们一开始看到啊，这个我们的赖总统啊，之前在我们的单元视频说过啊，他说他要怎么样，绝对不跟中国大陆签什么和平协议。那么他现在也在声明，就是说什么呢？他们说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啊，他们23位委员要跨领域去组成，然后呢要去做什么呢？包含我们的潘孟安啦、吴钊燮啦、萧美琴副总统啦，还有什么那个总统秘书长刘世芳啊这些的专业人士啊，天上之人，那他们要开始做这些我们国家防卫上的一个必要。那长不啷当的哦，其实太复杂了，我们就不说了。大概就是怎么样呢？大概就是配合我们的联华电子联电啊创办人曹兴诚，还有中国佛教协会的净耀法师等等之类的社会贤达，对不对？他们要开始做什么呢？开始做我们的备战准备啊。这个备战，各位其实不要害怕，你知道吗？这个全民备战，这个基本上啊，在每一个国家都是要的。那少数社会没有啊，比如说美国，没人敢打他嘛，对不对？他就没有需要做到全民备战的状况。你看以色列，他们比较能够安心的去面对这所有的战争，他百姓是比较能够放宽些，是因为他们全民皆兵啊，他这个是有差别的。所以说啊，你全民备战这个东西啊，光备战这个心理啊，其实我们就不用放大解释说他要掀起战争，但是呢。问题是在于是说呢，他这个动员的方法并不是说按照正规的方法去征兵啊，你广征兵啊，你广征兵的话，那这个是一件事情，但是他是要做的是民兵，做这40万民兵啊，包含了黑熊部队，黑熊部队大概1-2千人吧，几千人顶多了，那个没办法花太多钱去做，因为黑熊部队毕竟是私人的佣兵团，你知道吗？黑熊部队不是一个正规的一个军事单位，它算是佣兵团。那为什么佣兵团可以在台湾成立啊？那个我就不知道了啊，老师才疏学浅，我是不知道。但这些事情啊，就是说他们要准备来去做巷战的时候啊，我们有全民有防卫的力量，本意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很多人说老师他这样是不是要准备跟中国干起来了？当然是啊，这个不用去否认嘛，他一定是想要干起来嘛，这个是真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去否认这件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真的是要干起来了，对不对？但是他要我们全民皆兵，然后做成民兵制这个东西啊，其实。老师个人意见认为啊，他不如真的是做好国军的待遇啊，你好好的尊重我们的军人，是不是？那你做好政令宣导，是说欢迎大家现在来参军，而不是说他走进去怎么说我是3军统帅，你们怎么没有站起来迎接我啊？这件事就很不理想啊。3军统帅要不要站起来迎接你啊？那你应该是先能够慰劳你这边的官兵，让他们士气高昂，而不是给他一个杀威棒，对不对？这个我觉得。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事情啊，我觉得这是可以公平的事情。所以说他们现在也希望说未来招那个什么他们的一个教招啊，或者是一些点招教招啊，他们可以是说尽量把它延长，让每个百姓啊都有机会去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那未来我们可以保护自己啊，在这个层面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也包含了警消、义警消、民间团体算在内的40万的民兵啊，你要凑齐这件事情啊，并不是这么的容易。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是说我们现在该做的事情还是什么呢？还是只有一件事情啊，存好你的现金，买好你的物资啊，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可以从国家的动态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时间啊，两岸要去正面交锋的时间啊，并不会太短。很多事情我们一直会以为是说啊，老公都不敢，我们一直把这个和平一直不断的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一直很多普遍的台湾百姓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啊，对不对？你看以色列，他也觉得是说，他一直去打巴勒斯坦，打一打，怎么打你就可以去，我用屯垦的名义去侵占你的土地都没问题，是不是？那伊朗也觉得是说，2伊战争打完之后，他们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了吧？是不是？那个黎巴嫩也觉得是说，我们内战结束完了，该打的打完了，现在也没问题了吧？
但是现在是不是都打起来了？是不是？如果现在战争已经会变成怎么样？时代的更替它变成常态化之后，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去想我们在亚洲的地方，尤其又是东亚地方会没事。这个东西如果你这样想，你就不客观了，因为我们的世界有1/3已经开始陷入战火了。1/3是广义的1/3啊，因为俄罗斯那么大一块，对不对？它是不是在战火里面？是啊，乌克兰这么大一块，两个加起来非常横跨了什么欧亚大陆了。他们陷入战火，你是不是就是很大一块了？那中东地区你要是分不开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1/3的接近1/3的国家都已经开始卷入这个战争了。那为什么我们台湾可以独善其身？为什么日本可以独善其身？为什么韩国可以独善其身？很多事情我们以为可以独善其身的东西，其实真的不要这么想，因为一个小火叉子，那就有可能引爆了整个在东亚地区也必须陷入战乱。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陷入战乱的话，那对那些世界强权是不利的，因为别人都在消耗，你没有消耗，那怎么行呢？不是我们有没有消耗的问题，中国大陆如果没有被消耗，这行吗？对不对？那这个当然是不行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消耗一定要这个东西一定要让它产生，不然的话，高位的人就没有办法保持他自己的优势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国内有这个状况出来其实我们可以去延伸的想法，我们自己的感觉的延伸想法。就知道是说，未来的社会，未来的我们在国家的两岸之间的，或是任何一切的一些变化，都不会这么样的简单。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欧洲的地方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其实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欧洲包含德国、法国，他们还有美国，那现在很重要在吵的一件事是什么？反移民。这各位了解老师的意思了吗？为什么从台湾突然跳反移民呢？因为每一个国家他们开始走到极右的一个思维。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维护我们国家的土生土长的这一些在地人无论是秧歌鲁族的还是哪一个族都一样。我本来世家住在这边的，哪怕黑人他也觉得我世家住在美国，是不是？那我在地人的现有的这一些已经住了至少2-3代的人，他们的生存的空间、生存的环境是可以被保护住的。那这个是现在的世界趋势，在反移民的这个大旗之下，你就不用去想是说，其他国家他们会一直维持着这样子的没有纷乱的地方。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加拿大加拿大为什么跳到加拿大呢？加拿大现在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印度问题。什么印度问题呢？就是很多印度人不断的往加拿大还有澳洲那边这边移民过去，或是在那边求学，或是在那边打黑工，对不对？印度人多不是什么问题，马来西亚印度人也很多，英国人印度人也很多，是不是？没有什么问题。以前老师在马来西亚那个印度人我们叫做 Gilingan 为什么叫 Gilingan？ 其实我不到现在我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他叫 Gilingan 那吉林人呢？他为什么印度人叫 Gilingan？ 我真的是不知道，知道了你告诉老师一下，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叫 Gilingan。那这个印度人到了加拿大之后他们有一个习惯是怎么样呢？他们的宗教的概念就是什么？让自己跟天空一起飞翔。意思是什么呢？他们就喜欢在路边的地方挖一个坑，就下面拉翔了。米田共给他拉下去了。所以说导致呢，很多在海滩边散步的一些加拿大人，小孩去玩沙一挖下去，一起来了不是寄居蟹，是一坨翔。这个问题实在让老师觉得实在是蛮意外的事情。加拿大怎么会变这个样子呢？所以说到现在，就有加拿大的印度人就觉得说，你们在歧视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习惯，对不对？这个人排出来的东西本来就应该天地同寿的东西，我吃之于自然的东西，我排出去还给自然，这有什么不对？对吧？你见过狮子上厕所吗？你见过长颈鹿上厕所吗？那人类为什么一定要上厕所呢？是不是？所以这个也是有一定的争议。那这个东西当然也会激起原来的加拿大的原生土生土长的人包含无论是华裔还是韩裔还是港裔还是什么陆裔中裔的各个地方人就觉得说这个是不行。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环境受到侵害，所以说他们要开对这些产生了一个壁垒。而这包含了不只是包含了生活习惯的问题，现在包含了美国星巴克的执行长还有英特尔执行长等等之类的很多的国际间的一些高管都是印度裔的，现在也开始被清退。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景气好的时候，你进来去帮我们经营这些的企业，看起来好像都没什么差别，对不对？你讲话又好听，你又懂得捧我们，是不是？这个好像你很优秀，没什么问题。但是呢，潮水退了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就发现了在景气下滑的时候，那这些印度裔高管所管理的一些企业，
他们的市占率或是他们的一些市值啊下降是别人的一倍有余。所以到现在大家就发现说，这很多事情是不是变得是说你外来主义来我们这边，我给你机会，但是你给我的回馈是什么？所以不只是华人啊，你要考虑到不只是华人，也包含了墨西哥人，包含印度人啊，甚至到后面研发出来的就是更加的仇华裔，那这些东西都会容易去发生。所以在这个极右派的环境之下，每一个人都要保护自己之下，那么给台湾去解决是说让我们平安的问题这件事情就变得遥不可及了。因为当这些外部的一些国家人国际的国家，他们都专心在保护自己的国内的纯粹的时候，谁会管你远在远东的人他到底打了什么架？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在大家吃饱喝足没事干的时候，我们打仗。但是当大家吃不饱喝不足，而且你又被这些经济搞乱七八糟的时候，你叫我去你国家帮你打一个不属于我们的战争，这个事情就像美国当时打越战一样的意思。那这个样子打不打得赢都是一回事，重点是他打不久，他越战打很久是没有错了，但是在现在这个状况是打不久，因为我们看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乌克兰就可以看到了，对不对？从乌克兰的这情景我们就知道，这个仗打2年都快把美国跟欧洲拖得快没命了。对不对？这个很明显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是说，这个亚洲的地方会越来越混乱，也包含什么呢？也包含美国，他去驻扎在菲律宾的4大基地，其中2个基地要去牵制巴士海峡啊，这样子的话就是能够让中国要去来武统台湾或者统一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投鼠忌器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一个前置准备，为什么？你说他来牵制中国，他并不是至于这样子做，而是他避免菲律宾太被中国所威压而顺从中国，因为我现在把基地的士兵派更多到你的国家里面去了，那么你的一举一动就等于是在美国人掌握之中，那么你菲律宾你就只能够选择对中顽抗到底。本来他即使他是想着说啊，不然算了，我们签个条约，对，相安无事，大家两边船都一起走来走去，那有一些我们没法决定的事情，我们就怎么样，就是悬而未决。我们就以后再说吧，反正现在就是两边的渔民，或是你看船，然后互相的往来，发现有资源的东西我们共享，这个其实是可以做到的事情。当年上一个总统他就打算做这件事情，只是后来下任了嘛，因为他们没办法连任，所以导致说美国驻扎菲律宾4大基地里面啊，他与其说是监视中国，更不如是说他在监视菲律宾，让菲律宾不要对中国顺从，这样子中国就无后顾之忧。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说人家说现在南海啊是一个地表里面的另外一个热区，这个其实是一个有点比较不合现实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菲律宾是无论如何他砸锅卖铁，他举国都去跟中国打仗，那也不够他南部战区打的。无论如何，菲律宾的军事实力，你连台湾可能都打不过。这过去啊，这个马英九时代就已经在南海有争议。那马英九总统派了军舰过去啊，绕一圈，菲律宾人就跑了，对不对？这就是敌弱我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菲律宾他对台湾都不一定可以打得过，依照我们现在中华民国的国军，他都不一定可以打赢的状况之下，你怎么让他去单挑中国呢？你说他这个是一个危机，那倒不至于，因为菲律宾人自己也很清楚，他真的打起来，他是中国人对手嘛？一定不是的，就像中国的男足一样。你踢谁都输，结果是一样的意思嘛，对不对？给你好装备也没有用嘛，对不对？你就是去比，就是零比多少都可以去讲的，对不对？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东西，你不会赢就是不会赢，然后那个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是说，现在问题就在于前2天我们在单元里面谈到了中国发射了一个洲际飞弹，那是早上发的，那个是晚上老师其实前一天晚上就得到消息，但是呢，他是8点多发，这老师更正一下。他发射这个飞弹飞过了很多国家的上空，去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中国也是表示，你现在要跟我做军事上的抗争，那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的洲际导弹在你来干预我要做事情的时候，我也可以把它射到你家的基地，无论是夏威夷，因为它为什么射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夏威夷有基地，所以说我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是挡不了的事情，我想做的时候我就做。那如果你觉得你从那个地方或者其他地方你可以来钳制我，那不然你试看看，我们是不是只有一颗那个什么东风31AG， 对不对？它不是只有一颗，它真正厉害的东西是在东风41，31是上一代的产品，但它上一代的产品都可以射到这么远，而且它还可以打在6颗核弹头的状况之下，那么这个它的威慑力啊，其实是很足够的。如果当时中国发射出去，中东爆了，那就没事了，对不对？没有，你再打到定点了。
那个误差好像在300米以内，你知道有人说是100米，无论多少啊，其实对核弹头来讲没有差。你就算差到500米也没差，你差到1公里那也没差。核弹头打下去了，那就是打下去了啊，你跑哪都没用，好吧，跑哪都没用。所以是说中国射了这个洲际弹道的飞弹啊，它就凸显了对太平洋，还有对南海，甚至是对你整个半个地球里面的作战的能力啊，还是可以做展现的。所以说五角大厦就认为是说，中国对美国全球军事主导地位构成长远的挑战。那个长远挑战是什么？代表是说，它从现在到以后之间，这个情势都会变成会有犄角之争，就是他们两个是会不相上下在那边斗。变数是谁？变数很简单嘛，变数当然就是一个是欧洲的北约国家，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俄罗斯。好，俄罗斯当然是一定会选择跟中国去合作啊，对他来讲是比较利多的。毕竟现在他们的人民啊，俄罗斯人民啊，跟中国人民啊，其实现在越来越靠得近，那交流互惠的状态也会变得非常的多。包含那个黑河早市啊，然后那个在中俄边界黑河早市啊，现在俄罗斯人来的越多，中国人去的越多，那么在两岸的，在他们自己黑河两岸的人民，那么就会更多的了解，那么也会把这些讯息传回到俄罗斯的国内，那中国也会得到俄罗斯内部的一些消息，那百姓站得更近，他说一定是合作的状况一定会比较高一点。那跟蒙古当然也是熟的了，就是中国跟蒙古就是怎样，这个历史纠葛就很难讲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北约你要去跟美国靠近，那你想去干预亚洲的时候，其实北约内部很多欧洲国家并不愿意，为什么？因为太远了，对不对？日本都想加入这个脱亚入欧了，但是太远了，你怎么打？加上中国这次射洲际导弹之后，还有俄罗斯的锆石飞弹，很多事情就变成是说，我这么远过去是给他当炮灰的吗？给他当架子打的吗？你要我躲哪里？我带了舰队群过去，那也是在海上飘的一些箭靶子而已，我要怎么去躲呢？那个是没有办法去躲的。所以现在整个国际局势变得非常混乱，也包含我们前两天讲到了石破茂，他当选了日本的首相。那老师今天在那个我们的师资班里面有讲他的命格，师资班的同学你可以回去看一下啊，那个应该就会了解了。所以为什么说他当上去之后，他对日本的国运会变得比较不好。而石破茂当了日本首相之后啊，他升息的预期变真了之后，日本的那个股市啊就变熔断了，整个是重挫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日本它也需要经济的重新盘整，因为美国它现在是降息的状态，所以说热钱也会散出来。热钱散出来的话，那你日本是不是又在承受一次美国这样子的汇率的挤兑？那这个对他来讲也是很大的压力。所以是说，在很多事情的时候啊，就发生是说，每个国家开始顾自己，也包含什么？包含法国也是一样。法国成立了新内阁啊，现在就有可能开始要面临倒戈了。刚成立的联合内阁可能又要倒戈，为什么？因为他们新内阁里面没有执政的共识哦，鸡兔同笼，人家说它就是鸡兔同笼，那里面就基本上同一个内阁里面都是政敌。为什么？因为他们联合内阁嘛，说法国里面都变成内阁里面变成政敌了。所以说他们内政部长新官上任的时候，就先要希望能够恢复秩序，当做第一优先事项。等于说他们内部是没有办法安稳的。当内部没法安稳的时候，那么他们自己是自顾不暇的。欧洲自顾不暇，美国正在选举战争之内，然后呢，俄罗斯跟乌克兰在打仗，南海之间中国也有一些纠纷，但是他那边也有美军基地的关系，中东也在战火。那么请问一下，你怎么会觉得台湾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超然世外，变得蓬莱仙山呢？是不是就有很大的争议呢？所以说，我们从我们自己国内状况跟到国外状况来看，其实现在我们在台湾面临的一个风险性就变得比较高的。还是一句话，多存钱少买不动产。我已经讲了很久了6、7、8、9、10、6、7、8、9都一直在讲不要买房子，还是有人去买，那我也没办法，对不对？你后来带到，问题是你现在后面的你要怎么去扛？这个的我们后面还有其他的案例可以跟各位讲。所以多买物资，你该买的干粮你要去准备，不是说我们会断粮很多人误解老师的意思，你准备粮食干粮类不是说你一定会断粮有这个风险，但是不是一定会断粮，而是当你物价产生巨大的波动的时候，那么你有多少存款可以去应付这个巨大的波动，对不对？你看俄罗斯现在也是一样，你物价有巨大的波动，英国、德国去年也是在因为乌俄之战的关系，他们物价有大幅度的波动。那都有这么大幅度波动的状况之下，你没有先准备这些物资，你怎么熬过最开始的那一段时间？物价在波动的时候，一定是坏消息刚出来的时候，它的波动就变得非常的巨大，后面会再慢慢的回稳。
但是你要去熬过前面那个巨大的时候啊，那么你现在备物资啊，备了，然后之后你边备，然后你边吃边用，你总得吃饭吧？那你多备一些大米，多备一些面粉，那你总得吃饭吧？你也可以买烤面包机做烤面包吧，对不对？这些事情你先准备好，那对你绝对是有好无坏的。这个时候不要去买房子，不要去买房子，不要去买房子，这个千真万确跟各位一直去讲，不要跟老师辩，你辩赢了。你就只是口头赢，但是你输了就输了你的身家，合适吗？不合适吧，对不对？好，这个一定要去记得这件事情。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包含的是什么？包含的是欧洲。欧洲啊，它现在是之前我们就提过说，欧盟要对中国电动车去做加税。好，所以说欧盟的议会啊，他们就决定啊，对中国所卖过去的电车加征至少不要说至少最高了，讲错了，最高35.3%的关税。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中国也当然要反制嘛，你制裁我的电动车，那么我不返回制裁回去，那就不符合国际惯例，所以一方面被制裁，一方面就要反制裁，所以中国现在就对欧盟要开始做出什么，包含白兰地，包含猪肉，还包含猪下水啊，比如说猪头肉啊之类等等的一些欧洲人不吃的，但是中国人吃的一些肉品，要进行反补贴调查，那涵盖了欧盟国家27个成员国。这个事情一反制下去啊，很多靠农业，而且是卖给中国为大宗的这些猪肉，或是做一些种植的白兰地，还有一些猪下水等等之类的东西的国家，也就是小国，他们一定比较不愿意去说，我本身自己就没有车业了，那你们的车又没有比中国的便宜，那我去制裁中国，然后让我的东西卖不过去，我的农民就是怎么喝西北风，嘴巴从东北开喝西北风哦。是不是？那当然是不行啊，对不对？所以说欧盟它对关税草案之外啊，它下了一个额外的新条款。什么条款呢？就是它表决关税之后啊，我们做成这个决议，但是不作为强制终结谈判的措施。也就是说，欧盟他认为说，我制裁了中国，这是我们欧盟这个议会的决议。这个决议出来之后，你可以选择遵守，你也可以选择不遵守。懂老师意思吗？就是说你可以遵守我们的规定啊，跟中国说我们欧盟会就帮你课征35%的关税，但是呢，我们国家决定不要，所以说你电动车还是可以卖进来啊。意思就是什么呢？我表决还是要表决，做你们自己去做，那不管你们，好不好？这是额外条款，就是不管你们。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脸面上一定要顾到，我们欧洲是伟大的，而且我们跟随了美利坚帝国，我们要对你中国产生制裁，但是这个是什么？这是脸面。这个是但是理直要去顾啊，理直就是我的农民还是需要你不要制裁我，我把我们白兰地、把我们的猪肉把我们的猪副产品猪下水都可以卖给你，那这是不是比较好呢？各位你不要小看了，其实台湾也有进口很多台湾以外地方的猪肉这个其实是很多的不是只有台湾，不是只有我们猪农所养出来的猪我们在使用。很多你在烧烤店吃到了，火锅店吃到了，很多都不一定是，我不能讲死啊，讲死的时候我被人家讲话，就是很多不一定就是台湾猪，很多都是进口的，很多不代表全部，你吃的可能就是台湾猪，你喜欢的那家店可能是台湾猪，但是很多地方它并不是台湾猪，这个是有的，因为他做烧肉，他不用跟你讲他从哪里来，你吃的像猪肉就可以了，像就可以了，尤其是吃到饱了，这个状况是比较高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英国首相顾问呢，他就有说过一件事，他叫什么曼德尔森，他就说对华为态度急转是过去10年间犯到最大的错误，所以他们对中国这样子的一个来来往往的这些交流啊，他们自己筹码已经不多了，但是中国的筹码实在太多，因为你有13亿人要使用他们的农副产品，那么他们就要把他们自己的工业产品卖到你们的国家，大家互惠这件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就产生了一些困难。所以中国现在面对的外患还是有，包含了欧盟之外，也包含了什么柬埔寨。柬埔寨的新首相洪森他就决定退出已经达成25年的柬埔寨、辽国、越南发展三角区，叫做 CLVDTA 的合作架构。那这个东西他们是认为是说怎么样呢？他们是只会好到越南，不会好到柬埔寨。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是说，越南他们原本在中南半岛所布局的一些经济的板块跟走廊可能会变得非常的不顺利。各位要去注意那个越南辽国柬埔寨，他们是一个，其实他们是一整块陆地的，但是他们就分割成不同的国家。但是呢，这个部分因为越南它有它自己比较多的资源，第一个它靠海
它有临港的优势啊，加上他们也有其他国家的一个扶持，包括美国、包括中国都给越南做扶持。越南的领导人很厉害，我自己不用干太多事情，但是美国跟中国为了讨好我，都可以给我很多的帮助。像越南呢，近年来这20年来啊，它越南的经济啊，很大一块都是靠台湾跟香港人去那边开工厂。做贸易，然后后面有进去了很多的一些美国人啊，美国人进去的原因啊，其实就只是去观察，但是越南人呢，他在美国很多越侨移民，所以说有很多的美元外汇啊，源源不绝的每一个月的都不断的往越南去汇。各位，你不要小看越南人，越南人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种族啊！你在外地你得罪越南人，你得罪一个，你就等于得罪100个，那个问题是不会差很多的啊，这个是真的是很厉害，越侨在海外的团结力是很强，他们对他们自己越南的向心力也是很强，所以他们赚到钱啊，他不是只有留给自己花，他会寄给在越南的这些还没有过去美国这些亲朋好友花，那是会做到的事情啊，这是越南人的特殊性。韩国也是一样，韩国在海外也是抱团的，但是你在海外遇到华人，你得罪一个华人，你只要势力够强，会100个华人帮着你打那个华人。华人是专门怎么窝里反的，你知道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华裔就是无论香港、台湾或者是大陆那个出去专门欺负自己人的这真是奇怪。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几年不是应该抱一起吗？那自己人害自己人状况很多，所以就发现说中国它对周边的环境而产生了一个变化那对中国来讲，它必须要疲于奔命的对付这些，不能只靠网易嘛，对不对？它会变得很多人拿去处理这个中国这些所要变化的一些问题。而这也包含了什么呢？这个也包含的是说，在印度方面印度现在局势也不稳，所以他也希望能够跟中国修复一点关系。但是呢，这个事情也不容易了，也包含什么？现在金砖峰会又要再打开了，但是呢，阿根廷他现在没有收到邀请函。那收到邀请函之后他还要做出其他的决定。为什么讲到阿根廷呢？因为阿根廷当前他们的米雷也是这样子跟印度一样，是对中国呢采取一些，我跟你分庭抗礼，我全部靠美国是比较好的。所以印度跟阿根廷他们是一个在欧洲，一个在亚洲，他们两个都是希望能够通过美国力量来钳制中国，但是呢，实际上你是却做不到的事情，也包含的是说，俄罗斯他去欢迎了巴基斯坦加入了金砖国家，但是印度不愿意加入。那这件事情，那米雷伊他在阿根廷也没有加入。这事情来讲的话，就跟我们过去所讲的是说，金砖国家不断的增加成员之后，你没有加入金砖的国家，你就开始会被什么边缘化。那印度就容易被边缘化。那阿根廷本来就被边缘化了，因为阿根廷它现在的东西实在是，人家说他的那个休克疗法快要奏效了那个。我觉得为时尚早了，因为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在于你的那些社会福利过高，而是你的产值跟你经济的条件你没有做好，而不是只有是说你社会福利给的太高。阿根廷以前那么富有，不是他不是因为给福利高而导致他们的经济腐败跟萧条，而是他们的工业化还有他们的一些商业策略并没有做很成功，包含金融的措施没有做很好，所以说导致他们的国力是迅速掉下去。阿根廷以前是非常富有的国家但是现在为什么变那么惨？不是因为他们的福利制度，说米雷伊他去停止他的福利制度，其实这个东西是比较特殊的想法，他并不一定能够把那个休克疗法之后把这个阿根廷给救起来。虽然现在好像看起来他的通货膨胀没有再严重了，而是其实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说他没有办法更严重了，但是呢他也没办法更好，这个状况是比较多。所以说俄罗斯他欢迎巴基斯坦入金砖之后，那个印度一定会比较生气。为什么？因为你这样子孤立我，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因为俄罗斯跟印度他本来之前的关系是很不错的，印度也买了很多俄罗斯的武器。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发觉是说，你俄罗斯为什么不是来给我好处，或者试图诱导我来去进入金砖国家，然后给我一个非常盛大的欢迎仪式，然后表示说我是世界第5大经济体，所以是说呢，你应该给我很大的尊重，让我很有面子的进入金砖国家，然后呢，让我在里面呢发挥出来跟中国对抗的一个用途。但是大家希望你进去是一起合作做生意的，而不是希望你进去搞政治的。所以说现在问题变得很巧妙，就是印度进不去阿根廷想进，但是他不一定能够进得去，但是巴基斯坦被用进去了。所以就变成国际的局势也变得非常混乱，大家希望重整一个秩序出来包含了金砖国家能不能做出自己的结算机制，这就变成是说大家很希望找一个没有太多争议的地方，而且可以挣钱的地方，但是这个就比较难
这个就比较难。而中国也不只有金砖国家的问题，也不只有印度的问题，也包含塔利班他希望跟中国要求了很多一些帮忙，比如说要解冻他们在那个海外资产的问题。那很多事情啊，并没有是说获得中国的帮忙，因为塔利班呢，他夺回了夺回阿富汗政权之后啊，并没有是说按照他们所说的会把国家管理得很好。反而更倒退了，然后妇女跟孩子受到的压迫反而更高了。这个事情啊，中国没办法介入，那任何国家也没办法介入，毕竟穆斯林国家嘛，谁介入谁完蛋，对不对？那个阿富汗就是这样嘛，帝国的坟场，所以说就不行了，你就只能够是说你这样过下去，但是他们没有钱，你要他怎么过呢？但是给了他钱，他也不会改善他的国家。所以说现在中国也不是说每个地方它都能够讨好，而是在特定的地方可以讨好，而特定的地方就最大的一个暖炉就在金砖国家跟 RCEP， 这两个组织在里面大家就一心的想要赚钱，那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协商，这是大家拼命的想办法赚钱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在相对于在欧美国家来讲，中国的竞争性就变比较高，因为它有一个专门挣钱的组织，而北约组织是什么呢？专门打仗的组织这个两个地方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些变化之后我们回到中东老师中间就先不休息直接跟各位讲下去。所以说我们之前看到这个在那个什么珍珠党的身上别的这些 BB 扣呼叫机，也包含对讲机，我们上周有讲到它产生爆炸之后，那当然现在就有什么呢？现在就如我们之前的预测，有6700亿美元的巨额订单开始砸向了深圳、东莞这些电子配件厂。就是说呢，原来中国本来没有生意的电子厂都要开始关门了，如那些自媒体说的，中国开始萧条了，对，广东招不到，没有电子厂都关门了，大家找不到工作做了。现在没有6700亿的订单要涌进去深圳、东莞这个地方来去做什么？来去做这些电子设备，而这些电子设备当然很多状况都是由中东的地方去下到了这个中国的订单，而且必须要求它是100%中国制造。这个状况，各位去理解一件事情：这6700亿的订单，难道里面没有钱是应该委托到台湾身上的吗？没有钱委托到日本身上吗？没有钱委托到韩国身上吗？本来有在台湾的、在香港的、在韩国的、在日本的这些电子厂、电子配件厂，因为现在的成本大家都算得出来了，你哪一个国家大概多少成本，大家算得出来。台湾就算有竞争力，你做的比较好，或者名声比较好、品牌比较硬，也没有用。这些6700亿的钱就会直接落到中国去，因为一定要100%中国制造。6700亿呀，600，而且是美元呐，我不是讲不是台币呀，6700亿是美元呐，对不对？这么个巨额的钱涌入到了中国之后，你是不是救了中国的就业率？你是不是救了中国这些电子厂？是不是甚至还有可能救到中国在某些特定区域的一些房价？因为你的打工人多了，那么你那些廉租房，你是不是又有人可以进去住了？廉租房有人进去住了，那你房东不就开心了？房东开心了，他在考虑我是不是赶快把房贷还完，或者说我都多买2间廉租房，对不对？来去租给这些打工仔，是不是？这些都有可能会做的事情。所以说，这6700亿一旦进入中国就变成中国你又多了一些一些底气一些税收，甚至一些就业率的问题就可以获得解决。所以说很多事情就变成是说，你势力在消长之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是说，中国它为了保持稳定，它已经煞费苦心要去做，但是不一定能够做好。为什么？因为现在台海战争如果一旦爆发，或是武统的事情一旦爆发，收复速度一定是很快。好，这个老师还是讲，中国要收复台湾，那就是1个礼拜的事情，不会再久，很快就可以收起来了。台湾四面环海，你不是说我是个半岛，像马来西亚是半岛。对不对？我也不是意大利一双靴子，一只靴子的大小，然后我还有陆地可以跑。台湾四面环海，中央山脉躲不了人。你叫我去中央山脉，我连阳明山上去，我过2天我就冷死在上面了，是不是？你还想中央山脉？中央山脉不是人住的地方，我想那没办法的事情。军队可以躲过去，百姓哪有办法躲过去啊？你真的有坐飞机，你真的无论从日本回来，或者从那个越南回来，从中国回来，你飞越台湾的这些土地上空的时候，你有几个地方是亮的？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你有坐飞机来回在国际之间回台湾了之后，你就发现晚上的飞机你回来，你一定看得清清楚楚的。台湾有几块地是亮着的我们认为台湾2300万人、2400万人很多地窄人稠，对，没有错，地窄人稠，但是多数的地方是没有灯火的。这应该各位要去明白这件事情。台湾多数的地方是没有灯火的，所以它攻进来的时间是非常快，你顶多一周的时间，台湾该投降的投降。那你该负隅顽抗也抗差不多了，也就投降了。为什么？百姓不经打我们投降很快的，但是反抗很强的。台湾的一项的措施就是这样，我们投降很快，但是呢，
不服从的性很强，所以说你后面要花很多钱来去治理台湾，那这个事情就是可以消耗中国的国力。而美国现在或是在欧美国家最希望就是中国的国力最好是能够被消耗，而且是最好是这几年就被消耗掉。为什么？因为这几年他们陷入的乌俄之战，还有这些中东的一些问题焦头烂额，最好中国也陷入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他们才有机会修身养息。不可能放过中国，你只是自己房地产不好，然后他们其他东西都好，这个事情你能够做吗？你在国际上你自己，如果你是领导人，你是精英，你跟中国是敌对的状况，那你觉得你会放任中国这么好的状况吗？说不会。说很多事情，各位你真的是要小心。黎巴嫩这些事情一旦爆炸之后，中东地方会很迅速的靠往中国。你一旦靠往中国，那中国的势力版图越来越大，那么台湾的问题一定会比较多。那台湾有问题，那日本、韩国就要等，就只能想办法活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完全亲美的，而且不得不亲美，因为他们的国家就建立在美军基地上面。那怎么办呢？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国现在他们在做的，无论是他们的一些航空站啊，或者是他们的登月的能力，他们可以从外太空去监管到地球上的一举一动，也包含了是说他们的北斗卫星，也包含是说他们可以用他们自己的卫星去导航他们自己的导弹，而且误差范围之内啊，北斗的现在误差率是最低的。那么这个事情其实会影响到后面这个整体世界产生的国际性战争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好吗？好，那个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讲其他事情，老师喝个水虽然我觉得我一次讲到完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喝个水吧，好吧？让我喘口气。感谢 David， 感谢 David 赞助感谢 David 赞助有人捧整场，有钱捧钱场，好不好？记得捧个场这聊天是只有重点吗？还是所有聊天视讯写都出来？那这没话可讲是不是？我看我直播，我表演就好，大家无话可说是不是？来晚安东风31 AG 开发新一代东风是开发新一代东风41导弹时，验证过程技术拿回来改良前一代的，这应该是这样是没有错的应该是这样没错。东风41目前不会那么轻易让其他国家知道，这个也是事情嘛。你自己的大杀器，你不会特别让别人知道嘛。但是31 AG 都那么厉害，那你41还能多厉害？那当然就是非常强大的事情，好吗？我觉得大家是很冷静，是不是啊？给个回应好不好？给个反应好不好？给个反应一下，这按赞按一下嘛，对不对？然后有点反应，不然我觉得我在跟神说话哟，我在跟神说话太奇怪了，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继续下去我已经是醉了来继续下去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一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说现在中国现在习近平他也开始表态是说房市必须止跌回稳止跌回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口号，就是说房价不能一直这样崩下去，再崩下去没人愿意投资也包括营建业他们后面所带动的这些原物料工人或者是一些周边的所有包含的装潢设计很多家电这些都跟你房地产是有紧密的关系的。那中国当然对这些小家电、大家电还有这些原物料都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产业链。那如果说房子继续跌下去的话，那就没有人要盖房子，没有人盖房子的话，对它都市更新的话一定会有影响。所以都市更新这个事情，你要有利可图，你不能叫建商是说你把这些农村人拆迁之后呢，你盖起来的房子还不够你拆迁款，或是你给他拆迁款，然后这样盖房子之后，你房子卖不掉，那这是不是就不好的事情？因为现在地方的原物料也在涨，所以说他希望能够止跌回稳的原因是说，你最好是不要再跌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其中一点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虽然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他们设立一个白名单，就是增加这些贷款的力度，让调整一下他们房屋的限购的政策，甚至要统一他们房贷最低的首付比率，只要降低到15%就可以了。就是说你过去你可能拿个2成3成当头期款，100万的房子你拿30万当头期款，现在不用100万的房子来这个20万不用，15万就可以让你去买房子了。这个能够刺激房市吗？不行不行，因为大家谁都很怕我今天买就砸在手里了这个玩砸了玩脱了，不是很糟糕吗？的确是会这个样子，说即使他们的人民银行监管总局或者中证监这些3大金融监管机构一直调出3降，就是降利率然后降头期款降准这些东西让他们的一个
房市能够活络，但是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啊，那是很难的事情，因为整体关系是在消费者对房市的信心并没有去恢复。这个老师有做过一些功课啊，我们今天知道中国很有名的一个低价房源城市是哪里呢？鹤岗，鹤岗。那其实鹤岗之外，其实老师也发现了，还有其他95甚至应该有95以上的这个中国的一些卫星都市啊，也是属于一个什么鹤岗化的一个的房价哦。这个包含了比如说复兴，辽宁省的复兴哦，那复兴这个地方它就怎么样呢？也有说2万多可以买一间房子。我不相信，你知道吗？有人跟老师讲说，老师其实你不要只看鹤岗，我们还有很多房子是很便宜的。我真的假的？上海吗？哪一区？告诉我。哦，不是，他说一些卫星都市啊，比如四川啊、重庆那边比较边缘的地方啊，一些老破小，不能讲老破小，那叫次新房，对不对？中古屋、次新房，啊，没有电梯的啊，你可能5、6楼的啊，可能房价真的很便宜啊。我去看那个复兴的房价，地方房价多少钱呢？最便宜的，我看到一个，算是台湾换算台湾的话，大概是10坪以内的房子，这个大套房啦，一个大套房多少钱呢？26000块人民币，26000块人民币，等于是说不用台币10万块，你就在辽宁省复兴市哦，你就可以买一间房。你要好一点的有没有？3房2厅2卫的有没有？有，多少钱？我去看着了，好，18万人民币可议价，30坪可议价，还可以议价哦，你知道吗？18万人民币哦，还可以议价哦。那有没有贵的？也有啊，比较好的房子，新房子的话，可能盖没2年的，好，那他可能要给你的价格呢，就是40、50万人民币。但是就算是40、50万人民币，它是不是也是新房子啊？也是新房子，有没有地暖？什么都有。但是你这个40、50万，你在那些北上广深，你头期款都不够，头期款都不够啊！你不要说整个全款买房了，所以都包含了无论是说中国的当地人啊，其他省的，比如说一些小年轻，他们开始往这些复兴、往鹤岗。往成都一些边缘城市，比如说那个福建也有一些边缘的地方哦，那些都市、那些卫星城市里面去哦，18线小城市里面，很多年轻人就我不上北上广深了，我在北上广深干了不要半辈子啊，我干了7、8年了，我什么东西也没闯出来，每天还要缩衣节食去付房租，还要通勤呢。上海的那个地铁就是你只要不是尖峰时间去啊，它都很好坐。一尖峰时间啊，你就觉得我怀疑人生。所以说呢。金玲老师他去坐过尖峰时刻的地铁，我是坚决不会去坐的，因为我连台北的地铁尖峰时间我都不要去坐，那更不用讲上海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很多的中国年轻的人，他们就慢慢的疏散到这些18线小城市，而这个也符合中国他们现在要怎么样让重点城市的人回流到这个西部去回流到西部去来去建设他们的原来地方的一些都市。过去啊，比如像复兴、像鹤岗这些是煤矿都市，但是呢，其他都市也是有啊，也是很便宜的，10万人民币以内的房子都有。而这些地方本身并没有很多就业机会，所以说你要活下也是一件问题，而且气候不是太宜人啊。那当然除了云南那个地方之外，云南也有很便宜的房子啊，也是次新房、老破小，也是很便宜啊，10-20万里面就有的。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些年轻人下乡之后，回到那些可以居住的地方啊，我这样子离家里很远的地方啊，我既不会被催婚，那我也不用烦恼是说我要交房租，每天为了房租去奔波，去吃那个老板的排头，对不对？因为我全款买房了，我就怎么样，我摊牌了，我1个月3000块的收入，我就可以过得滋滋润润的，对不对？因为那些偏僻的地方啊，比较18线小城市啊，那些物价都不贵啊，都不贵，然后那些原物料也不贵。所以说他在那边过得很舒适，这样子会不会让中国的年轻人失去这些机会呢？也不会。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回去他是做自媒体的，他是做远端办公，他做接案子设计的这些人他回到乡下之后，他买了房子，他没有其他的压力的状况之下，他只要维持好我有能力一边兼职加上我自己的正职，我可以想办法在网络上谋取我自己的收入。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其实对中国整体的一个经济是比较健康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投入到工业里面去打螺丝，然后你才跟我讲你对你人生有付出，也不是每一天你必须要去朝9晚5去挤电车去挤那通勤，然后是骑个小摩托，我才叫为我人生奋斗。当你回到了这些18线小城市里面，有你自己全款的房子，而且它就算是供暖，你半年也不过1000多人民币啦，然后你又可以做你自己喜欢的工作，无论是写作，无论是绘画，无论是创意，无论是自媒体，无论甚至是你是一个码农，就是写程式的，
那你在那个18线小城市里面，你一样有产值，但是你得到的收入是什么？是大城市的收入的一半。但是你去在18线小城市生活，等于说你在上海可能1万的工资，你可能过得还是很辛苦，但是你回到了东西部，你赚5000块的工资，你是不是就变得很好过了？是不是就变得很好过了？所以这对中国是一件非常健康的一个事情，它有利于大家去炒房、去囤房，然后来去卖给新生代，来去做炒房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你土地之间，你的房屋就变成没有这么多的利基，那么你盖房子速度一定会缓，对中国的都市更新，尤其是住房的更新，一定会有影响。不是未来就变成不是只有上海市中心、陆家嘴的那些老破小次新房拆不起，而是在于是说，你很多地方你在乡下去之后，你没有满个70年，那这个房子基本上它是不容易去更新的，因为里面都有住人，而且你重新盖，你没有利基。所以这个地方就需要年轻人进去把它活化，因为这些年轻人一旦回到了18线小城市，他既不跟当地抢太多的工业机会，他又可以把大城市赚来的钱在当地消费，那你是不是就获得了东西部的一个平衡？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说这个事情在短期来讲对中国都是硬伤，就是他们的经济看起来很糟糕，但是呢，实际上他们在做一些过度的一些维持，那过个几年它就变得很强大。这个不是老师在为中国擦脂抹粉了，因为他也没给我钱，对不对？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老师有看到网络上尤其是 YouTube 上面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个评论，就说北京现在非常萧条，路上都没有人，然后店铺都关光光，路上都没有人逛街，什么东西都没有人了，北京也都是完全萧条，完全是人烟罕至的状况。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些自媒体的都是中国人，他们很懂得这些外网，他们所谓的外网就是我们 YouTube 上这些人的一个口味，都知道要拍中国很不好的地方，哪怕他们觉得根本不是这样，他们还是会去做。为什么？这样就会有很多的流量，这样就很多的流量。所以现在中国整个状况，他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台湾就反过来，台湾也是希望打房，但是台湾的打房会不会生效呢？其实台湾房子打不打都会生效。各位去了解这个意思，台湾的房子打不打都会生效。现在你刚持有房子的人，你绝对不用想赚钱，你一定是赔钱的。这老师敢这边跟各位讲，你现在持有房子的人都是赔钱的。你不可能赚钱，你只要是2021年到现在2024年你所买的房子，10年内你一定赔，一定赔，那个没有争议，那绝对不会有这个不让你赚钱的空间。老师，你跟老师说是台湾的房地产讲了20-30年都会跌，都没有跌，所以有房子才有资产。日本人也这么想，韩国人也这么想，上海您也这么想，北京人也这么想，对不对？越南人也这么想。这越南胡志明的人也这么想，泰国曼谷的人也这么想，每一个都这么想，买房子绝对不会亏钱，它是资产，良性资产，它可能会回调，但是呢，绝对不会跌得太严重。请问一下，我刚才讲这些国家哪一个不跌得胡七八糟的？越南都跌到不知道自己妈叫什么名字了，对不对？你更比如说韩国之前的全租房的事情，导致他们现在房价也不是非常美丽，日本更不用说了，整个城镇都没人。他们的状况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做出到年轻人往乡下去移动，日本人做不到中国的方法，原因是他们很在乎的就是员工要通勤上班，来这边加班，然后你要把所有生命献给公司，都叫中心。所以日本为什么经济不会起来？还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改不掉，他们没办法放这些人回家里去工作，他们一定要去上班才叫中心。那当然他们起不来，所以他们很多城镇就废掉了。为什么？因为年轻人都跑到都市里去住网咖，或去住一些很窄的房子，或是很努力的去求生存，甚至住车子里都有。但是老家房子是没有人去住，因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上天堂做成佛了之后，那房子谁住了？没有人住。所以日本的问题中国不会遇到，但是中国能做到的事情日本做不到。而台湾的房价那一定会泡沫化的，跟日本、跟韩国还有跟越南跟泰国这些国家，甚至跟中国一样，你都没有办法去有力的去支撑它。这几个地方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少子化。韩国人不养孩子养狗了，因为养孩子你就得拼 SKY， 我干嘛？对不对？生出来给你做6号房的吗？一定不给你搞这件事情啊！很多人不要说00后了，他们很多90后都不给你生孩子，是不是？90后都不给你生孩子，你更何况是00后呢？日本也是一样啊，草食男这么多，你要怎么办呢？中国也是一样啊，不婚不生，我过我自己快乐就可以了。所以人口一旦下降，台湾人口也在下降，生不如死，这是这些国家的一些基调。所以说房价要不要打？打一定得打，
但是你一打，你的经济一定会平淡好几年，甚至会受到一个严重的重创。比如台湾一定是以重创为主的，不要跟老师辩这个，不可能。10年我还可以活得到，我们来见真章。我错了，我当面跟你讲抱歉，好不好？但是你错了，你就赔到你全部，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好吗？好，所以说现在看到中国他们现在主动推经济但是经济并没那么好推，它需要的是外部的力量进来。而现在在中东的战争其实是给中国很好的一个机会，还有给其他不想打仗的国家、不想被逼的站队的国家很好的机会，可以是说加入金砖组织成立一个非美元的组织，让他们自己的外汇不会受到美国一直不断的升息降息、升息降息，而到他们热钱不断涌进涌出，造成他们自己的金融混乱，甚至他们自己的国家被割韭菜。很多事情是来自于美国太频繁的去割韭菜，割到其他国家受不了，所以他们迫切的希望有一个新的结算机制，那这个才是要点。而你到了你说可不可以结算成欧元？当然也可以结算成欧元但是欧元被美元一直是掐着打的，它不能让你完蛋，它也不会让你好过啊。因为说这个在上一次的那个疫情的时候，在 Q1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那个整个差异是很大的。所以说中国它现在要的是资金的涌入，资金涌入怎么来？因为他们自己的不够，你得别人涌进来。那战争的时候必然就是倡导和平的人，你比较容易会有这些好处来进来，好吗？而在这个同样的事情我就发现到是说韩国他自己也去做了反省不是只有老师在那边一张嘴猴溜溜，其实韩国他们自己也在去讲到这些事情。朝鲜日报在9月24号的时候就说，韩国被中国已经超越很久了，而且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这是韩国他们自己的媒体上的评估这个问题是很难去突破的。那当然也是包含了韩国很多的一些工业小工业、中小型工业都被打倒了，只是在大型的拆发。那这当然对他们研发跟他们成长是会有影响的。说中国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华为是一家独大，但是其他的工业有没有这些问题？就比较少。比如说呢，他们的电池也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不是说你一家就独大，都在这个部分还是可以去做修正的。而韩国的问题不止在中国，也包含在印度。印度那个三星在印度厂被面临到了一个罢工，这个罢工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而且这个罢工印度是完全的是不应该做这件事情，他们的政府官员应该去想办法去把这些人给抓起来，然后呢关起来，严刑拷打，这才对。为什么？这不是老师说你要抵制那些劳工阶级不是，印度的劳工在印度里面要求三星这些电子厂要给他们世袭罔替的工位，也就是说呢，我是在你们三星厂打螺丝的，我的收入要外面的1倍加1倍，因为他们已经是外面的1倍了，然后我还要再多1倍，多一倍吧，反正是政治因素来印度嘛，对，你多1倍你也没多少。但是如果是说爸爸在这边工作，爸爸嗝屁了，儿子可以来接这个工作。儿子嗝屁了，孙子可以来接着工作。等于说，三星电子它必须让日本的，让印度的这一些劳工朋友，他们必须要世袭罔替，铁帽子王，每一个都铁帽子王，对，不用争，对，每一个都铁帽子王，世袭罔替了，不会降准。你原来是组长就当组长吧，原来也是劳工当劳工吧，这个世袭的一个模式连印度自己都觉得你这样子会毁了印度制造这个梦想。为什么？因为你搞垮了一个三星，把它逼走了，你可能会得到很多的一些遣散费可能拿2-3个月遣散费，你觉得我赚到了，对不对？反正钱放在哪里不是赚了，我不用工作，我坐在原地，他就得给我3个月的薪资。但是你三星的被逼走了，其他的代工厂就不来了。为什么？你逼三星世袭罔替，那其他工业的来这边的，无论是美商、日商、台商、陆商，任何的商人，他们到了印度要去建厂的时候，哪一天会不会发生了罢工？你们那些员工也会要求世袭罔替，对不对？那不世袭罔替，你就得花3倍到6倍的钱去遣散这些员工。遣散员工的钱是很不多的，真的是不高的。但是问题是，你的设备、你的厂房、你的先期投入的成本，是你人工的好几十倍，甚至上百倍都会有。那么请问一下怎么办呢？等于说前进印度去设厂去服务，等于是血本无归。那血本无归的话，谁要做这个生意啊？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韩国觉得很头痛，印度也觉得，他们自己的媒体也觉得很不行。但是问题是他们的官方动作很少那所以这个问题无论怎么谈到最后按照印度的尿性他们大概还是怎么样呢？还是会把这个事情给玩脱了，就是你只能同意，不然的话你就走吧。只能这样子，这个没办法，人太多的地方一定会有腐败的状态。一腐败那不是莫迪一个人可以搞定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会让印度他们现在跟中国又不好，
然后呢，你又没办法加入金砖组织，因为你自己说我不参加了，你现在如果说要再参加，你就很没面子，对不对？毕竟呢，印度把他们自己刚完成了时速180公里的高铁称作为亚洲第一。那当然很多大陆的博主就去说啊，你这个180公里你都可以认为世界第一了，那他们380怎么办？我说不用你们的高铁了，也不用你们的动车了，台湾的高铁都比它还快。对，台湾高铁都已经比印度来得快。所以很多事情啊，就是印度现在遇到的事情，会让他们国力一直不断的下降，到最后，假设莫迪没办法执政了之后啊，下一个领导人应该就会比较努力的想要参加到中国的这些国际组织里面，因为你没有跟别人合作，光靠印度你是起不来的，你只能靠人多去撑你的 GDP， 但是这不代表你自己的实力足以去跟其他国家抗衡，你只是人多有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它的用处是有极限的。你只能金额看起来很好看，但是实际上不会很多。就像中国跟美国之间，他们的一个竞争力是非常有的拼。但是各位你要想到一件事情，美国才3亿多人，中国有13亿人，多他10亿人，吐把口水都可以把它淹没。那这个是中国的优势，因为我人多地大人他妈多，对不对？所以任何人跟我做生意，我只要保持公平的原则，每一个人想跟我做生意嘛，是不是？但是印度不是啊，我人多。谁跟我做生意，我都跟他不平等交易，那谁要去跟印度做生意呢？这个后面的事情啊，就变成受损的一定是商家，但是呢，政治上的问题就很难讲。而韩国除了觉得是说你印度问题很大，中国超越了印度超过了韩国很久，那也包含了是说他们也担心日本跟韩国之间啊，你之间彼此的竞争力会变得不均衡。说在亚洲实力指数里面啊，印度现在还评比超过了日本，当然这个也是不准的，因为什么？因为它只有这个实力指数，你很多标准里面呢是没有看到个别的准星去看，那这不行的。但是韩国自己会有一些的警惕，但是他们的政治跟他们的一个风俗文化，可能暂时是改不了的事情，好吗？哎呀，时间已经56分了，真要求我还没讲完呢，怎么办呢？各位，我们还有2个没讲到，怎么办？还没讲到呢？补英法会小孩子能参加吗？可以啊，那没有分年龄的。补英法会，你只要是活的人类都可以参加，好不好？你不要帮你家的毛孩子啊，说他也是我家人，对，但是补运没有补到猫猫狗狗、蜥蜴、乌龟都没办法，我们补的是人，好吧？人类 human， 好吧 ？human。矿区房子几万都有，80年代的房子质量太当然差，那几万块的东西都有，当然啦，你要住，说实在的，你那些80年代的房子啊，到现在也不过40年，台湾比比皆是，好不好？40年的房子，台湾比比皆是，对不对？40年没有很久，随便来都有。老师现在住的房子38年，我这房子38年，对不对？38年的屋龄，对吧？那这个我们很有经验的，所以装潢一下还是可以，只要愿意爬楼梯都可以，好吗？哦，玉门市在哪里？是在甘肃吗？甘肃在玉门那边吗？好，那我们糟糕，后面还有2个，哇靠妈！我现在才讲到第9页，我今天有19页的 PPT 要讲，我现在才讲到第9页，怎么办呢？好，哇靠，那我们后面怎么办？我就想不出来。哦，那个，哇，我们怎么办呢？我现在讲不到一半了，我就昏倒了。那美国市的我就不讲了哈。那个美国9月份呢，整个股市是往上的哈，这个其实各位也是知道哦，9月份的指数是往上的。那个想跟老师对坐的朋友，希望你们还好，好吧？我说希望你们还好，你们没有做空，希望你们没有做空，真做空你们就吃亏了，好吧？那希望你们波段有做到啊，波段做到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伊朗跟以色列的问题，哇，那就有10页啊，怎么办呢？要命！稀里糊涂的这些还有大堆，大陆就是三项。现在是伊朗跟以色列的事情，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嘛，对不对？伊朗、以色列，大家应该不用特别想知道吗？帮你们找理由说你们不想听。好，那我迅速还是讲一下，不然这个就算放周间我也讲不完了。我说真的啦，那个放周间也讲不完。然后我们稍微提一下，就把它缩短一下。好。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事情，包含美国哈，他现在是说很多事情他要去做处理，包含的是说阿波罗啊，他要投资美国英特尔啊，金额到达50亿美元，希望能够来挽救英特尔，能够救亡图存。其实英特尔它倒闭的概率是不高的，因为它是美国精神，它也是美国科技的代表，
所以很多人说英特尔会不会因此而倒闭啊？不会，我相信它会受到各方面的资本然后涌入进去，然后捡便宜，然后再把它重新的培养起来。因为在美国的企业，它跟我们的台湾企业或中国企业不一样，它很容易有其他的资金进来，然后在里面重组改造，然后再把它优化，以后再把它分割部门慢慢卖掉。这个是欧美他们的企业文化，是我公司不一定要是我的，我也不一定我的公司也不一定要我管那很多状况他们都可以因为利益我去换手或者是去重组，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英特尔这个问题其实大家不用看太空，因为它的成功的几率还是蛮高的。而在选举部分呢，当然就是说很多人现在发现贺锦丽是不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政策呢？他可能就讲一些比较空话的，比如说再生能源或电动车产业或者科技股相关的东西，他要做他比较好的一些补助。那这些事情其实都是缓不济急的事情。那所以说，川普就说你贺锦丽根本就没有什么政见，这个是事实。贺锦丽没有什么建国的概念，他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总统位，他怎么知道说我接下来干什么不知道，他只负责选赢而已。贺锦丽他现在最大的任务不是带领美国走向高峰，没有迈向巅峰这个事情就交给中国商人去喊就可以了这个贺锦丽他要做事就是选赢，我只要选赢了，其他事情可以慢慢说，没有问题的。这就是民主国家的一个通病。我选上了，其他事情以后再说我以后再说，我根本就不用在意是说我选上之后我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或者是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或者我应不应该做这件事情，我只要负责把选战打赢了，其他事情再说。这特朗普也是一样，川普老先生也是一样的，那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而在这个状况之下，贺锦丽希望下了站点，在10月23号跟川普去再次辩论了。那这个当然是已经被拒绝了。为什么？因为选举投票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你现在在辩论那些其实不会影响很大。而大家有看到是说，现在贺锦丽在已经投票的州并没有占优势，民调出来也不是很理想。其实这件事情要是我是特朗普我就觉得你不要公布这些事情，你也把它讲成五五波，你也不要说贺锦丽在那个地方去弱势，因为你现在跟他讲说贺锦丽他的民调是落后的，你就会激发其他州的人，加摇摆州的一些选民没有要投票的出来给你投票，你知道吗？所以最怕就是猪队友。你现在去做一些很多的亲共和党的亲川普的阵营开始去说贺锦丽的出口民调是多少然后他这个拜登这个特朗普领先他5到8%。这些事一旦讲出来，你不是帮特朗普，你不是帮共和党，你是帮民主党那些本来或中间选民那些本来不投票的，我想说反正贺锦丽赢定了，我们就不用投他也没关系，我过好我自己的生活。一听到特朗普要上来他民调开始优先，就立刻把你对手的票给逼出来了，是不是？那这合理吗？这就不行。所以说在未来其实还有很多的变数去存在，但是老师还是一句话看好贺锦丽，这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而美国他也需要喊到那些可以上网的汽车中国制的可以上网的汽车都不要进入美国这样去制裁它。那其实这个合不合理？这个合理。各位要记得以前我们在中美贸易战刚开始的时候就跟各位讲过，美国为什么要禁止大疆无人机？因为当时老师就说过了，那时候没有这些战争了，所有战争都没有开始，老师就跟各位说过一句话：无人机必然是战争的用途，因为它可以通过远方遥控，我直接往你重要部位去冲撞。我不用说它有没有携带炸弹了，我直接给它往前撞过去，你就会受损了。对不对？所以说美国禁用大疆无人机，我觉得它并没有错误的地方，而只是说你应该看体积，因为你如果手掌大小的东西应该是没什么差别，或是你必须在美国组装，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多的变通。比如说 TikTok 来讲好了，当时你可以谈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那我必须美国的公司占股必须有60%，然后这些事情就变成是它变成半美国公司，就像台积电一样，台积电什么护国神山，我们赚来的70%钱要交给外国人的。70%的利润给外国人，30%的人下低效应给我们台湾人，我们台湾人帮他打工，还是说他是我们护国神山，对不对？这不可悲吗？我们台湾经济失衡的原因在这里，因为护国神山竟然70%是外国人的，不是70%是我们台湾人的，没有，我们大部分的劳力跟劳务所得都是交给外国人的。你说我们台湾还有什么样的能力去建设我们自己？那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现在的厂商现在就是说他们可能他要得到的这些晶片现在很提早会断供，但是也不怕，中国已经有放出消息，他们已经可以做出7奈米的光刻机。那你做出7奈米光刻机，如果你可以量产的话，那么5奈米跟3奈米那就迟早的事情，因为他们进步速度实在太快了。而现在降息的状况之下，造成了道琼跟标普创新高英特尔他自己也是很涨，也是有开始涨起它的股市。在这个状况之下，所以说美国现在在选前基本上它就要维持一个基调，就是不要让美国自己的经济受伤，他最好让别人受伤，
这样才是对美国是利多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而同样的东西是由美国去影响啊，当然就是这样，就是一个伊朗，还有那个黎巴嫩，还有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些地方啊。现在大的问题啊，我们综合一起讲。简单来说，就是以色列它开了多线战争，但是伊朗现在没有打算是说很明显的介入这个战争。所以现在伊朗的领导人呢，其实老师有点看不清楚，你明明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已经是没有不得不动的状况之下，为什么你现在要宣布你不去参与这些事情呢？啊，伊朗是一个蛮关键的一个地方，因为它不但产油，而且它还有核子武器的实力。在这个时候，你保持着非常克制跟理性的状态，这其实是非常异常的。因为这个异常状况之下，就有可能他是在麻痹外部的敌人，说我根本就是一个没软蛋的人，我根本就是没有意识要去跟你们斗争的人，我本身就希望西方国家来饶过我们一条命啊。这样子，如果以这样示弱的状况之下，这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未来可能直接推出我有10颗核弹了。那这个状况的话，就改变整个以色列跟中东地区的战局，因为现在伊朗我们号称它是已经有快达成的核弹的浓度的那个高浓缩铀。但他到底有没有核弹，没有人说得清，跟北韩一样，好像你有，但是我说不清。但他哪一天突然装逼装成了，他说我有10颗核弹了，或者5颗核弹了，那在中东地区又形成另外一股势力。那其他的穆斯林国家会不会忌惮他，或是不配合他，或者跟他做暗里的对抗，那就是另外一番的内战。但是现在来看的问题是在于，黎巴嫩他现在要跟以色列他们开始互相进行了开战，也包含他们已经有热兵器啊，比如说以色列开始猛轰真主党，然后去炸毁400座火箭发射弹的发射器，而这些所谓的以色列去打的地方，很多地方也是包含的是民间的住宅，所以说以色列打起来真的是六亲不认，但是问题是黎巴嫩反击回去，那都被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就把它击落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是说，以色列他现在已经必须得开了是2、3线的作战，而以色列的国力没办法撑得住2、3线的作战。对懂老师意思吗？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做2、3线作战，但是他还是要坚持2、3线作战。他就是希望在美国的选举过程之间，没有人敢得罪他的时候，他希望尽快的把这场战争打下一个局面。因为当你未来你选举选完了，美国的11月里选举选完了，以色列一定会必须听美国新的领导人的意见，是说到底要不要支持他打接下来的仗。而以色列现在的状况是，白宫几乎没有掌权者，因为拜登要下任了，他没有办法有这个实力去承诺以色列什么，他只能不管你，或是我只能卖你武器，但是我连卖你武器的速度都要降缓了，就我接你的单，但是我出货时间会变得很慢。那这么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他就要尽可能在这个时候把该打的都打掉，他能够保持他未来的一个长久的一个和平的可能性，甚至可以多侵占点领土。这就有点像什么？这就有点像明成祖 Judy Boy 啊，明成祖朱棣啊，这个 Judy Boy 一样，他5次北伐是为了什么？5次北伐就希望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之后，让这些边疆部族啊，至少100年不要再来犯中原。毕竟蒙古人啊，那个是明朝的心病，因为他们以前是元朝统治的嘛。所以是说 Judy Boy 他也是在元朝统治下出生的，他就很希望把那个国界打下来，打出个大大的疆土，让别人再也不敢侵犯他。所以他5次北伐最后死在云木川，原因就是在这里。那以色列现在其实有点像 Judy Boy 想打的事情，我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你们打下来，打到一兵一卒，打到你们不敢再打我。然后呢，我手下这大大的疆土，然后呢，这个就是我的丰功伟业。那这个事情能不能达成？肯定达不成，因为他不是 Judy Boy， 他不是大明朝的国力。大明朝的国力，他北边在打仗，但是南边有江南6省，江南6省的资源一直不断的往北去运送。所以即使后面的铁木什么明保中啊，那个明英宗啊，他去打这些土木堡之变，那为什么还是可以把他守下来，用于谦把他守下来呢？因为于谦守下来不是他很会打仗，而是他可以在集合了他南边的这些诸王的这些兵力涌上来，粮草涌上来，他可以死守北京城。所以打到那个蒙古人真的打不下去了，因为怎么打你好像都吃不完的饭，怎么打你大兵好像都死不完，我都把你们皇帝抓来了，然后你又立一个新皇帝，那怎么得了啊？这打下去还得打吗？是不是？那所以说后来才变成是说于谦率领的这些大明朝的人，好打赢了这个蒙古人入侵。但是以色列不行，他的国土就这么大，就这么大的国土，他靠的是什么？外汇，
不断的外汇跟外援来去支援以色列里面的资源，就包括他以前的外汇存底。但是这个东西它的体量不够，他再打个2年战争，他一定完蛋，他一定会民生凋敝，他会把自己给拖死。就像日本为什么2战之间打到后面，你真的是打不下去了，因为无以为继了，你兵都派出去了，日本都没男人了，对不对？只剩下那个什么萤火虫之墓那样子的小男孩了，其他人派出去都死光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只能够投降。好，有没有原子弹？其实日本的颓势都已经涌现，但是他还可以打下去，是还可以的，毕竟中国太软了。哦，中国随便打随便赢，这个他的敌人太弱了，没办法。遇到国民党这个放他进来，这个消耗他，不能说错了，但是我也觉得没有对到哪里去了。所以很多事情啊，都变成是说你在中东的东西越乱，它会影响到是说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借由某一场战争或者某2场战争来打下自己最大利益，而现在最不想是说你们都可以听话的，那当然就是这民族，他们希望大家都乱里面，他才能得到很好的一个资本。那这些问题啊，其实今天讲真的讲不完了，再讲下去的话，真的就到10点半、11点了。所以以色列的战争跟黎巴嫩的事情啊，它这个东西再怎么去竞争啊，其实这个事情是不会散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想要投降。而最大问题是穆斯林的一个种族的国家，还有他们的这些种族群里面，你哈马斯是永远灭不掉的，哈马斯你永远打不完，因为你灭了哈马斯，又有一个什么西马斯、东马斯、南马斯，很多的不断的新组织都会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反抗军是不可能停止的，你只要种下仇恨，你必然收取后悔的果实，这是一定的一个事情。怎么打，结果都一样。日本人打了那么多，他现在也能够不尝后悔的果实吗？你问什么事情，你什么人都可以在中国去犯法，你在日本人在中国你去犯个事，你大概就被围殴了。美国人可能没事，英国人没事，台湾人也没事，什么人都没事。你知道你是日本人，可能在东北就把你打一顿了，对不对？这很多事情就会这样变化，好吗？好，那其他问题我们就没有讲下去了，因为已经很晚了啊，大家已经太晚了啊。说这些现在搞产业内迁，产业内迁是很好的事情啊，产业内迁其实是必然的一个事情，因为中国它现在中国现在的能源包含他们的一个光电产业，或者是风力产业，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发电的能量，包括核电厂，他们都开始往内陆去建设。那这个事情就有助于他们地方的发展。当中国他们的人口可以平准化到中国各省境内，包含的地方乡下的城市之后，中国的产值会变得异常的强大。这只需要5年的时间，中国会重登世界非常繁荣的国家。因为需要5年的时间把这些事情给做完，按照中国的这个目前的国力来讲。但是呢，5年之后习近平要不要换人呢？他如果不换人，那会不会有其他问题呢？这个就值得我们去理解这些事情哦。所以这个今天我们能够讲在这地方了。那其他问题那我们在周间的节目里面，我们再试着去讲哦。今天不好意思，老师把话题拉太长了，因为真的是可以讲的很多，到现在还是讲到14页，还有5页可以讲，那讲下去就到10点半、11点了。那最后是我们还讲一下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秋季的补运法会就是秋季五方朝元离斗齐安补运法会，很长但是没办法，就是这么长。那它的报名已经开始了那在下方我们都开始报名。那在中国的朋友，你可以收微信跟支付宝。那在海外的朋友，那你可以用 PayPal。在港澳的朋友，你可以使用我们的港澳专用的信用卡收款。台湾的朋友，你可以用银行或超商缴费或 ATM 转账台湾信用卡也可以，好吗？只要能够收钱的，我都做了，我都帮你们搞好了事情，好吗？好，那我再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继续慢慢聊。